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宇宙在当下给你们的传讯是什么？你们需要知道的信息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权杖九啊，近期你们应该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啊，你们会心无旁骛的朝着那个目标去发力啊。只要你们足够坚定，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们实现那个愿望和想法。所以说，当下的你们，宇宙给你们的这个指引就是你们一定要坚定的认同自己，大大的肯定自己，一定要心无旁骛的去追求你们内心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权杖九啊，你们手里捧着的这股力量啊，其实是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勇气的，去对抗那些偏见、世俗还有不公平的规则啊。这种勇气和力量能够让你们打破这种偏见，能够让你们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所以说你们的身上啊，可能一直都拥有这种很稀缺的品质，你们可能甚至在羡慕别人，但是其实你们自己也有这种品质，只不过这种勇气呢，之前一直被压抑、被遏制啊。随着你们自身的成长啊，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力量正在慢慢的被唤醒，它会在未来帮助你们抵抗那些恶意啊，能够让你们拥有一种保护自己的力量，而不受到外部的那些恶意和噪音的侵害和干扰。而这张圣杯十告诉你们啊，要多和家人联系啊，你们和家人的这种绑定啊，能够给到你们力量，家人会成为你们的靠山和退路啊，它更像是一种信念和力量，在你们撑不下去的时候，能够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啊，因为唯有爱与家庭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这张权杖十呢，会有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啊，你们会猛然的发现，你们身体里好像死去的那部分自我又重新活过来了。当你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内在的某种能量就已经被重新激活了。那可能你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啊，在破罐子破摔，但是当你们猛然的发现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火种还没有熄灭，它依然在燃烧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啊，就是说，当它重新变得更猛烈啊，那个想法或者说那种欲望变得更猛烈的时候，它会再一次的让你们去朝着那个目标进发。这张，所以说这张牌呢，权杖十啊，它是有一点像是重新开始的那种勇气，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时候呢，你们其实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了。并且呢，这张圣杯四啊 ，Four of Cups 啊，就是说近期会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守护着你们，他是低调的、内敛的、不张扬的，他给你们的这种爱也是，他不会经常打扰你们，但是他就在你们的身边，守护着你们啊。你们也是猛然的发现，或者说会意识到，好像有一种能量在保护着你们啊。真正的爱，它都是这样的，静水流深，默默无闻。而这张宝剑九呢，其实它有一种清晰的思维啊，就是理性的权衡利弊。所以说你们现在可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宇宙给你们的指引就是要理性的看待你们当下所经历和遭遇的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是试图来教会你们什么的。那宝剑九的话呢，你们接下来可能会做出一个以自我价值为前提的选择啊，因为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二，它就是蒙着眼睛做出一个选择，可能会是那种职业生涯上的很大的选择，但是因为你们拥有这种非常理性的思维啊，其实你们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处理好的。因为宝剑九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会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们是那种活得很通透的人，你们的思维很清晰啊，你们正在做一个能量的梳理。一旦你们想清楚，就会开始行动，并且头也不回的往前走去。但是在这之前呢，先不要着急啊，你们会有一个静默期，你们会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谋定而后动。因为一旦你们开始行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而这张宝剑二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选择，而且呢，宝剑二是蒙着眼睛做出选择，就是你们会让你们的心告诉你们答案，
或者说当你们面对选择的时候，你们已经做出了那个选择，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已经有答案了。所以说你们做出的选择可能不是按照现实的这种利弊啊，有的时候你们会遵循自己灵魂的声音、内心的指引啊，去做出那个看似在当下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它能够让你们得到更多的选择。其实人生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很多时候它需要我们利用直觉来做出选择，因为你们越是想要达成一个最优解，往往会向着那个最坏的结果走去。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尊重自己内心当中的声音和想法，做出一个看似有一点离经叛道的选择的时候，反而这个选择是最有利于你们的。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三啊，宇宙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就是你们近期要注意啊，注意屏蔽掉一些人，屏蔽掉一些语言。可能有些人他在不断的试图用这种语言来影响你们，在不断的打压你们，甚至有可能会用语言来伤害你们。也注意啊，近期要远离一些尖锐的东西可能会对你们造成的伤害。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Stag 雄鹿啊，它带来的是一个 Trust and Thrive， 也就是说它带来的是一种相信的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可以让你们变得枝繁叶茂，就是说你们的自我相信和自我笃定的力量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丰盛啊。这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它能够帮助你们达成一些看似无法达成的目标，所以说一定要相信自己啊！你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大大的肯定，就是人生最好的解药。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并且一直都值得。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Knight。Be honest and brave 啊，诚实，然后是勇敢啊，因为你们必须先对自己100%诚实，不对自己撒谎，不欺骗自己，你们才能够变得勇敢啊。所以说，诚实在勇敢前面啊，你们首先要面对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然后才能变得勇敢。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们一定要有这种亮剑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你们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勇敢之后，你们就能够踏出舒适圈，去打破那些墨守成规的束缚，开辟新的轨道，建立只属于你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啊！相信我啊，宇宙会厚爱那些勇敢的、多情的、坚强的人啊！如果你们爱着什么，渴望着什么东西，那么你们就去爱，就去渴望。只要你们拥有强大的愿望，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而第三张牌呢，这个 Earth Guardian 啊，土元素啊，它带来的是一种向下扎根的能量，把自己想象成是一棵树。也许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很枯燥、很无聊，但是它能为你们的人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努力向下扎根的同时，也期盼着向上生长。向下扎根是为了保全自己，同时给向上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自我进化也是如此啊！只有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才有底气来推动自己向上进化和升级。而第四张牌呢是 Winter 啊。Winter 呢，它其实这张牌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你们需要去重视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渴望，去满足它，而不是压抑它。勇敢的、大胆的把你们内心当中的想法说出来，而不是把它藏起来，向这个世界展示你们自己啊，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去平和的接纳、不屈的奋斗、坚定的前行。看似这种力量并不汹涌澎湃，却能涤荡水中混沌的杂质啊，把那些困难揉碎，最终长成属于你们自己的力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9啊，这个圣杯9身后的每一个圣杯都代表的是一种人生不同的可能性啊。其实宇宙就是想要告诉你们，生活有10000种可能，也有10000种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种标准答案。你们做出怎样的选择，你们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去生活，它都是正确的。所以要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答案和可能性有很多，它一定有，在这个过程里边，在这种选择里边，在这种可能性里边，一定有一个最适合你们的方案。第二张牌呢，月亮牌啊，宇宙赋予你们的一种创造力，它会就是无论只要你们的工作涉及到这种创造啊、设计啊、艺术啊这方面的内容啊，你们在近期都会变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它象征的是一种灵感的涌现，你们近期在审美标准上会有很大的提升，甚至是飞跃啊，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来自于内心的声音，好像在提示着你们什么。
要重视内心的声音啊，近期可能会有大事发生。而这张星币三呢，星币三牌面上的这个人，他的状态是敞开的、包容的、接纳的，本能的想要去拥抱什么。这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一种转变，就是在心态上面不再抗拒那些改变，而是会接纳那些改变，拥抱生活当中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通过这样的方式，你们反而会拥有更多的确定性啊。而这张星币三呢，它其实更就是整个牌面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呢，它是一种包容、温柔、耐心。这种包容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于那些残缺的、不完美的自我的一种包容和接纳。对于真正成熟的人来说啊，一定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对于美好的追求，另一部分自我呢，它是对于残缺的包容啊。当你们能够提升对于自己的包容的时候，无论是对于自己不完美的那部分自我的包容，对于情绪的包容，对于甚至是对于你们身边的那些不完美的人和事的包容啊，都能够让你们整个人变得更加的平和和温柔。你们不再去质疑，而是会去思考它的合理性，去接纳和包容那些你们所不理解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们整个人会有一种很强，就是会给人一种很强的力量感。它有点像是什么呢？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所以说近期结合这个月亮的话呢，你们其实整个人的心态啊很放松，很平和，适合做一些艺术类的创作、绘画、文字的输出和表达，都会让你们整个人的灵魂得到舒展。那么这张宝剑五呢，它其实是一种准备战斗的姿态啊，就是说你们接下来可能在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挑战。所以说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要享受整个过程。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最后的胜利，而是你们曾经无悔的战斗过。所以说当你们在迎接某个挑战的时候，你们在心态上要降低自己的预期，不要过多的对那个结果有太大的期待，而是要全力以赴的做好当下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啊。当你们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对待它的时候，即使失败你们也问心无愧。而当你们有这种心态去应对它的时候，你们反而更容易成功啊。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对于你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就是你们曾经无悔的战斗过。那么这张圣杯七呢，它其实代表的是接下来会显化出一股很舒服的能量，很舒服的空间和时间。你们可能在精神上面会给自己放一个假，就是你们之前的精神状态一直都是紧绷的。其实你们不需要过度紧绷的生活啊，人生是松弛的艺术，越松弛你们的表现越好，你们的状态越好。而这张权杖四呢，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人向你们表白，或者说你们会在一个无意的小的细节当中感受到这个人的真心和爱。这张牌意味的是接下来你们会和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亲密的频繁的互动。这就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你们在接下来所收到的都是真心，看到的都是爱啊！它是一种在阳光下的坦诚，真诚的感情往往最能够打动你们。这张权杖六呢，权杖六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会把困难踩在脚下，只有你们不去解决的问题，没有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你们不敢面对的困难，没有面对不了的困难。所以说当你们拥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实际上一切的困难、技术的问题，它其实都是纸老虎啊！只要你们有这种决心，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困难都能够被你们攻克。所以说看淡得失啊，将世界踩在脚下，你们不会停留在虚假的表面，而是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啊。这张牌其实带给我一种什么呢？舍我其谁的霸气。所以说这张权杖六啊，它有一种很强的火象能量。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就是说这种火象星座的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们，这种火象能量、火象星座是会比较强的，可能是狮子、白羊或者说射手。你们身上的勇气就是你们这种就相当于是你们身上的一种勋章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Unleash your kindest self 啊，星月在摩羯座啊，去把你们那个最有亲和力的自我释放出来。你们既要有这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但是呢，你们又要把这种猛虎藏在内心当中，因为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强大，反而能够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啊。越强大的人，他其实就越温和，他会给你们一种很坚定的感觉啊。第二张牌呢是水瓶座，它带来的是 Open up to change， 敞开心胸，接受转变，拥抱转变。其实你们会发现，你们越是抗拒转变，越是抗拒外部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这个外部的环境就越会逼着你们做出转变。
反而如果你们能够，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失去对于人生的主导权，但是你们越是能够敞开自己，越是能够主动的去拥抱这些变化，你们的人生的主导权反而会在你们自己的手上。所以说，你们作为自己的这个主人，你们的这个主体就会愈发的稳定。那么第3张牌呢 ，Trust the universe 啊，相信宇宙，相信宇宙的安排，相信你们所得到的一切和失去的一切，它都是命中注定的，这样就能够帮助你们看淡得失，随心所欲的活着。所以说，既然一切都是注定好的，那么你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种心态能够有助于你们更好的度过一个人生的困境和低谷期。一切都会发生，一切也都会过去啊。也许地震会让大海翻覆巨浪，但是大海仍旧是大海，你们也还是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第3组牌，第1张牌圣杯3。其实这张牌呢是你们人生的3个阶段，这个是宇宙想要传达给你们的，你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3个阶段。这3个阶段呢，你们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阶段你们都会成为一个崭新的自我，而你们所经历的这3个思想蜕变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第2个阶段呢，它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3个阶段呢，它是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现在经历到哪个阶段了？抽到这组牌呢，大概率啊，你们是在第2个阶段再往第3个阶段过渡和转变的。但是不用着急啊，无论你们在哪个阶段，你们最终都会完成这样的一种蜕变。当你们到达第3个阶段的时候，你们就会完成一种彻底的自我和解啊。第2张牌呢，星币4。这张牌的能量其实是有一点自私的，就是把这种能量、注意力都回收到自己的身上啊。你们的这种能量和你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很奢侈的、很宝贵的，它们是有限的。你们之前可能在一些人和事上面付出了太多，但是却没有给到你们应有的回应，所以说你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收缩的阶段，把最重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自己的身上，用来投资自己。而第3张牌的权杖1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内心当中可能有某种若隐若现的想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它可能是你们儿时的某个梦想、某个人，或者说无法忘记的白月光，它变成了你们的一个心结。但是这个心结它一定会被打开，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它会在未来因为某个事情阴差阳错的契机下，让你们去了却这个心结。权杖1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们内心当中依然住着那个年少时候的自己，也就是说，你们依然是从前的那个自己，没有一点改变。也就是说，岁月对于你们来说，它其实只不过是改变了你们的外在，你们的内心当中还是那个很纯粹的自我。也许你们身边的人都在一点点的被腐化，但是只有你们是不忘初心的。所以说，从这张牌我看到啊，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宝贵的特质啊，知世故而不世故。对于你们来说，其实简单和纯粹就是你们一直想要保留的一种东西。对于你们来说，成熟不是走向复杂，而是重新抵达天真。那么这张星币8呢，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是，就是说宇宙显化的这种能量呢，非常认真的沉浸在你们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它显化的是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就是说你们接下来会能够让自己很快速的进入到一件事情的这种状态里边。所以说这张星币8就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啊，效率都非常的高。而这张节制呢，节制它是一种很安静的能量，宇宙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啊，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你们不需要去争，也不需要去抢，它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你们越是争越是抢，可能这件事情就离你们越远；越是不争越是不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和你们争。就是不争，它也是一种争。你们要把自己手上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用时间来沉淀自己的努力和行动，一点点的积累。看似这是一个很缓慢的阶段和过程，但是等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些
总是想着走捷径、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人，他们都会半途而废。但是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能够克制自己急功近利的这种欲望和想法，用一种踏踏实实的价值观去沉淀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啊，反而这是一条最快的捷径。所以说这张节制牌就告诉你们啊，凡是可持续的，它必然是温和的，而凡是急躁的，它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这张星币五呢，它其实是在告诉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啊，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忐忑不安，可能会被你们当成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和能量。但是这种能量它很多时候能够帮助你们去少踩一些坑，因为你们懂得敬畏，懂得恐惧，那么这就会让你们远离一些很危险的东西。这也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指引，就是你们的每一种情绪，每一种感受，它都是有价值的，它都是值得你们去倾听的。而这张圣杯二呢，就是说宇宙想要你们完成，就是你们当下就在完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能量的转变。这种变化它不易被察觉，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螺旋上升的阶段，或者说你们选择的是一条在曲折和动荡当中向上生长的路。每经历一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很小很微不足道，它都会对你们产生一种影响。其实你们正在一点点的告别过去，告别过去的自己。你们倒下的这种圣杯的能量，其实是关于你们过去的一些回忆，你们会选择把它埋藏在内心的深处，但是你们的内核是没有变的。你们对外呈现出来的状态呢，会越来越圆滑，有一种把棱角磨平了的感觉。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月亮神谕卡 Take a Reality Check 就是说你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接地气。你们会发现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你们会换一种思路，就是你们会更加努力的去适应这个社会的规则和运行的法则。这就是你们正在完成的一种转变，以自我为中心，逐渐的变成以这个社会运行的法则为中心。其实这就代表的是一种成熟，你们会在这种妥协的过程当中更快的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但是你们的内心其实是没有变化的。而第二张牌呢 Release Control，它其实有一种像是那种释放你们的控制欲。当你们释放控制欲的时候，你们就拥有了另一种特质，叫做钝感力，就是不会对外部的变化或者说外部的那种结果有那么强的控制欲，也不会那么的敏感，而是会让自己变得稍微迟钝一点。这种钝感力它体现在你们能够迅速的忘却不愉快的事情，对于很多的结果不强求，能够顺其自然，并且认定目标，即使失败之后也能够继续挑战，不轻言放弃啊，能够坦然的面对那些流言蜚语啊，因为你们尊重自己，你们关注的是自己，你们是自己的主人，你们只丰富和取悦自己，你们身边的那些噪音都可以泰然处之。而我们抽到的第三张牌呢 Reflect on your priorities， 这张牌就是你们要安排好当下的自己啊，做好规划，分清楚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先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困难最棘手的事情，但是你们一旦完成了这些事情，其他的那些边边角角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不要逃避它，面对它，解决它。其实生活也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某个课题一直都在逃避，或者说没有处理的话，那可能生活就会把那个课题一次又一次的砸向你们。你们现在要对自己的人生每天做的事情做一个梳理啊，每天用最宝贵的时间去完成那些最困难、最重要但是也最棘手的事情，你们就会惊喜的看到你们是如何一点点的发生转变的。你们会很惊喜的看到你们正在，就是当你们在应对那些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的那种所展现出来的坚决和勇气，它是如何一点点变成你们自身的力量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